风云 T10最详细的全网手册。上个视频呢做了加速和制动性能测试，那这一期内容呢将继续对风云 T10的纯电续航以及亏电油耗进行实测，看看它们的表现到底怎么样，会不会有惊喜呢？那接下来我们先做纯电续航测试，看看这台风云 T10的纯电状态下到底能够跑多远。那现在已经是满电的状态下，它的满电续航里程显示的是160公里。然后我们这次测试呢，因为考虑到大家的纯电使用场景呢还是在城市路段，所以待会儿我们就跑城市快速路，然后再加部分的城区道路这样的路况去测试它的纯电续航里程。然后测试之前呢，咱们是将空调温度开到23度，风量2档，驾驶模式呢直接切换到经济模式，动能回收为标准。因为这台车它有一个 EV 加，就是更深度的纯电行驶的模式，咱们就用这个 EV 加模式来去测试。然后直到这台车不能纯电行驶，发动机强制介入，然后咱们看一看这台车它的实际的纯电续航里程有多长，它的续航达成率到底怎么样。OK， 我们现在的纯电的续航里程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刚刚这台车，在电池电量15%的时候，它的发动机就突然介入了。介入之后呢，我又再次把它切回到 EV 加模式，就是强制 EV。这个时候刚跑了大概几百米的情况下，它的发动机再次介入了。说明到15%电量的时候，发动机肯定要强行介入了，没办法再继续纯电行驶了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纯电行驶里程啊。我们的平均时速是59公里每小时，我们在高架上大概是跑80公里每小时匀速的，然后还有部分的城区道路，还有红绿灯等路段，所以整体的速度不算慢的。我们看一下小计里程，一共跑了149.4公里，然后我们简单计算一下，149.4除以个160，它的续航达成率93.37%，也就是说93.4%。这个续航达成率确实挺高的，而且对于这么大台 SUV 来讲的话，另外我们还要说的一点就是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能耗清单，最近50公里的能耗清单，看见没有？它的平均电耗只有17.1度电每100公里。相对于这台车它的体型来说，我觉得这样的电耗确实很低啊。然后0.2升油耗就是刚刚发动机介入了，折算出油耗的话大概是5.5升每100公里。总体来看的话，我觉得这台风云 T10它的纯电续航里程达成率非常高，然后它的3电系统这块能耗控制也是挺不错的。那另外还要说明的一点就是风阻系数，其实这么大台 SUV 风阻对能耗的影响是很大的。风云 T10的风阻系数呢很低，只有0.31，那这个也是省电的关键一点。OK， 然后现在是15%的电量，正好是亏电状态。然后我们现在去把这台车给加满油，加满油之后，我们就去跑高速路段，还有城市路段，然后去做这台车它的亏电状态下的油耗到底怎么样。92加满。OK， 现在油加满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加满油的情况下，它的显示燃油的续航里程是1196公里。然后跑到加油站，它的电池电量还有18%，也是亏电状态。接下来我们去跑它的亏电油耗，大概跑100公里高速，然后50公里的城区道路再加环路这样的一个综合路况，然后看一下这台车它的亏电的油耗表现怎么样。官方数据啊，它的100公里亏电油耗是5.7升，我们看一看能不能跑到这个数据。然后另外亏电油耗测试呢，咱们同样空调23度，风量2档，加上摄像师的话，我们一共2个人坐在车内，然后我们就混动状态，同样是经济模式。来去测一下，看看实测到底怎么样。准备出发。OK， 我们现在的油耗测试呢就结束了，已经到加油站这边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测试数据啊。现在我们跑的平均速度是60公里每小时，小计里程是跑了154.7公里。然后我们目前来看一下它的具体的能耗清单，看一下目前最近50公里，它的平均电耗是1.8千瓦时每100公里。因为这个在跑的过程中呢会有充放电的过程，所以我们将它的电量同样再跑到了初始前的18%，这样我们的前后的电池电量是保持一致的，那中间的过程全部都是烧油的。
然后再来看一下平均油耗只有4.5升每百公里，这个表显的油耗，这个表显油耗很低，然后综合下来的油耗是5.1升每百公里啊。这样看它的表显近50公里的数据，肯定是要比官方数据更低一些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台车开到这里给加满油，看一下实测的油耗到底是多少。92加满，然后跳枪就可以了。油已经加好了，我们来算一下它的实测亏电油耗是多少，9.41升，然后除以154.7公里 ，OK， 那算出这台车它的亏电油耗是6.08升每百公里，这个油耗确实比较低了，因为我们跑了有2/3的高速路段，1/3的城市路段这样的一个综合油耗。那相比像理想 L6 或者 L7 这些车型的话，其实它们的百公里亏电油耗大概都在7到8升左右。那这一台风云710的话，相对来说就省很多，而最重要一点就是那些车型是需要喝95号汽油的，然后这台车喝92号就可以了。我们再来换算一下，现在6.08乘以92号汽油的油价是7块8，也就是说这台车在最费油的亏电情况下，它的每公里的花费大概是7.7。你们觉得对于这么大台车来说，到底够不够省啊？当然了，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是亏电状态啊。正常情况下，这台车还有160公里左右的纯电续航，日常当纯电车开或者是有电状态下，那它的油耗就会低很多了。所以这么来看的话，这台风云710我觉得还是挺省油的。再来说静态部分，外观内饰这些呢我就不赘述了，大家直接看镜头。觉得好看的扣个1，那觉得不好看的你就别扣了吧。咱们重点说一说乘坐体验。车内的话，说几个我喜欢的地方以及不足的地方在哪儿。首先，这台车坐进来之后，你会觉得哇，整体的精致感做的真的挺不错的，真的不像大家印象中那种奇瑞车。来看一下这个部分，这个皮质呢有点像是翻毛皮的感觉，然后还有双缝线，这种紫色的搭配真的挺漂亮的。下面还有这种木纹饰板，再加上这种金色的，包括空调出风口也很精致，银色跟钢漆烤漆是相间的，所以整体来看，你一坐进来的话，就会觉得这台车有那种豪华车的感觉了，还包括它 T 字漆很宽大，你坐在这儿就豪华车的那种厚重感、那种包裹感，这台车完全是给到了。所以，质感这一块、氛围这一块，我觉得这台风云710是给到好评的啊。另外说一下座椅啊，座椅呢有好的地方，也有不好的地方。好的地方就是看见没？这张座椅摸上去皮质就非常的棒，包括它整体的格子纹啊、打孔的工艺啊，都做得很精致。另外，我们这台高配车型，像它的座椅的通风、加热、按摩这些都是有的。但我觉得不太足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它座椅的填充物还是稍微偏硬了一些。其实作为这个级别的家用车，我还是希望你的座椅的柔软度能够像理想那一种，坐上去很明显的塌陷感、包裹感会更好些。当然，它这种风格更像是沃尔沃或者领克的那种座椅，这个也看个人的喜好吧。另外有一点不足的，一定要跟大家讲，就是它的座椅的调节在这个位置。其实奇瑞很多车的座椅调节都放在了这个位置，但是这个位置呢，放的相对太远了一些，因为整个车身比较长。我调节座位问题在哪里？我是1.87的个头，我手很长，但我往后调座椅的时候，发现没？我是够着的，我还没调到最后呢，我是够着的。我要再往后调，我得这样子调。如果个头稍微矮一点、手短一点的话，那你就得够起来了，所以这样用起来就并不是特别方便。我觉得你可以往后面移一移嘛，这样实用性就会好很多了。OK， 另外就是说乘坐空间的话，这台车不管是后排的乘坐空间，还是它的后备箱的空间都巨大，非常的实用。